Sega 的招牌作品《人中之龙》系列最新作《人中之龙集3》《人中之龙3外传 Dark Ties》已经发售了。本作同时包含《人中之龙3》的重制版与全新外传 Dark Ties。不仅如此，对于怀旧游戏玩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本作还同时收录了3款首次移植的大型电玩游戏与12款 Game Gear 游戏。人中之龙系列作因为充满丰富的附属游戏，常被戏称为小游戏之龙。其中的电玩中心更可以玩到完整的大型电玩经典游戏，还有不少游戏是因此才获得首次移植家用的机会，也成为我对人中之龙每款新作发表时必定关注的一大要素。这次的集3收录阵容也很精彩。首先是救护车，玩家要驾驶救护车，在时间限制之内，尽快的开车将伤患送到医院。因为是救护车的关系，执行时不受交通规则限制，概念上有点像 Sega 另一款名作《疯狂计程车》，但本作并不是欢乐取向，画面上会一直显示伤患的生理状态，让玩家感受到这是很严肃的救命任务。而且伤患会因为救护车的碰撞而加重伤势，如果撞车太多次，导致伤患回天乏术，就会直接 Game Over， 无法投币接关，非常考验玩家的驾驶技术和路况熟悉程度，玩起来相当紧张，甚至充满压力。但一旦成功将伤患送达医院，真的是会带来很高的成就感。这边分享一个秘技，在一开始选车的时候，先移动到手排车，然后输入进档、进档、退档、退档、进档，就会多出担架床可以选择。进入游戏后，将看到2名主角奋勇的用肉身护送担架，直接用跑了上路，而且他们跑起来不但速度不输给车子，还更容易转向，荒谬的十分好笑。不愧是在 Sega 创造力黄金时期所制作的游戏，在震惊的外表之下，骨子里还是少不了恶搞元素啊。比较可惜的是，本作在集3里的框体造型是用既有的 Outrun 框体模型修改贴图而来，跟真正的救护车框体长得完全不一样。相较之下，第2款收录游戏 Magical Truck Adventure 框体的建模与贴图还原度就很高，忠实呈现了它的特殊操作界面。这是一款操作手动式台车的体感型动作游戏，角色设计跟演出风格仿佛80年代的日式经典冒险动画。玩家要驾驶台车追逐或逃离想要抢夺宝石的反派，透过按压把手来加速，踩下踏板来让台车左右倾斜或跳跃，以闪避轨道上的障碍。游戏共有6关，会因为关卡最终阶段的结果而分7道不同的关卡路线，场景缤纷多变，节奏畅快。本作原本在大型机台上是以双人合作为前提设计，如果只有1名玩家，那另外一侧的操控会由电脑自动进行。集3收录的版本特别做了调整，将左右两边的操控分配到手把上的2个类比摇杆，左右踏板则对应到手把两侧的扳机键，一个人玩也毫不违和。更重要的是，玩起来不会那么累人了。本来以为这次集3能够一次收录2款首次移植的 Model 3基版大型电玩，就已经算是够有诚意。没想到本作还有第3款收录游戏 Slash Out。Slash Out 跟人中之龙8收录过的 Spike Out 是由相同团队开发，简单讲就是奇幻世界版的 Spike Out， 一样是采用4台机台连线，最多4个玩家同时闯关的动作游戏。系统上也保留了4阶段的机器攻击键，以及强调手动锁定视角的 Shift 移动等等系统特征。不过因应着奇幻风的设定，角色全都具备专属的武器，机器攻击的4种阶段也变成了4种不同的魔法攻击，与赤手空拳为主的 Spike Out 产生了明确的差异。敌人方面，玩家要对抗的不再是黑斑混混，而是各种奇幻生物，除了近战也会施展魔法攻击。BOSS 跟几乎都是巨型怪物，敌我双方的特性更加不对称。本作还有魔法石要素，敌我双方受到伤害都会喷出魔法石，玩家取得一定数量的魔法石就会升级，将提升攻防性能并补满血。另外，依照玩家过关所消耗的时间长短，将走向不同的关卡分歧。关卡里面也有一些隐藏道具或路线可以发掘。虽然 Slash Out 玩起来比较混乱，评价没有 Spike Out 那么高，但我依然很高兴本作终于有了家用移植。而且 Slash Out 跟前面2款 Model 3基版游戏不同，采用的是与 Dreamcast 的主机具备相容架构的 Naomi 基板，也就是说 Sega 手上确定有一款达到商用程度的 Naomi 模拟器了。人中之龙有机会收录的大型电玩阵容又大幅扩充，这同时也意味着 Sega 往后要复刻移植 DC 游戏会变得容易许多。光是想到这点，我就已经在期待未来的发展了。前提是 Sega 真的知道玩家们想要的是什么啦。在上述的全新移植作品之外，人中之龙集3还有收录 VR 快打2初版与 2.1 版、毒蛇快打以及 Motor Raid。其中毒蛇快打有在审判之眼系列收录过，但对人中之龙系列来说也算是首次收录。另外，本作为所有收录游戏都新增了 Extra Easy 的难度选项，
大幅降低了游戏的难度。不然像救护车、Slash Out 这种预设难度并不低的游戏，玩家要是没缴过一定数量的学费，很难顺利破关。另一方面，想进一步挑战技术的玩家，也可以选择用更高的难度来开始游戏。然后，救护车与 Slash Out 都有追加选关机能，可以跳过已经通过的关卡，从尚未突破的关卡开始游戏。这次吉山收录的大型电玩，也都同时包含了日本版跟海外版。在大多数游戏上，主要差异是在文字界面的显示语言。以救护车为例，2种版本的配音都是英语，但3换状态的字样，在日本版会是对中文圈玩家来说比较易读易懂的汉字。然后 Magical Truck Adventure 则是连配音都不一样了，亚洲玩家应该都会比较喜欢日本版的配音，而且海外版破关时只会显示关卡完成度的百分比，日本版则会将百分比诠释为2名玩家的契合度，并附上评语，显得更加有趣。但可惜游戏在中文界面下会绑定为海外版，想要切换成日本版的话，就要把吉山整个游戏的界面都改成日文才行，相当不方便，但至少还是有办法切换的。跟之前的系列作一样，虽然没办法在不进入人中之龙本片的情况下直接游玩大型电玩的单人游戏，但主选单有提供多人游戏的选项，可以在此游玩这些游戏的对战或合作模式。像是 Magical Truck Adventure 在多人模式下就不能再用一只手把同时控2边了，左右2边的操控必须由2只不同的手把进行，考验2名玩家的合作默契。当然这里的重头戏就是 Slash Out， 毕竟这类型游戏就是要多人游玩，既合作打怪又竞争分数，才算是最完整的乐趣。跟之前的 Spike Out 一样，支援最多4名玩家分割画面进行游戏， PS4 跟 Switch 2版则只支援2名。但这次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改进，就是提供了由电脑 AI 操控2至4批玩家的功能，不用担心没朋友跟我一起玩了。AI 玩家会相当积极的攻击附近的敌人，但不会主动探路，只会在一定范围内跟随玩家。每个区域的大门也都必定留给玩家来开，是能够 carry 全场却不会喧宾夺主的专业半读书童。而且还可以隐藏 AI 玩家的画面显示，只保留真人玩家的画面，这样一个人玩的时候就不用委屈的看分割画面了。我真的很希望未来可以再次收录 Spike Out， 并且支援这个 AI 朋友的功能啊！除了多款大型电玩游戏，这次人中之龙吉山给予怀旧玩家们的另一个惊喜，是本作里面还可以玩到12款 Game Gear 游戏，在牵牛花等等具有基地属性的地点，就可以找到 Game Gear 主机。一开始只有3款游戏，剩下的游戏只要找商店购买。不过这回不用像以前的 Master System 游戏还要四处寻找，本身只要神士丁跟牛头街的当铺各去一趟，就可以收集完全部 Game Gear 游戏。风的话更方便，只要在神士丁的当铺就能够一次买齐全套。这12款游戏包含 Sega 招牌的音速小子系列在 Game Gear 上的原创作品《索林克·塔尔斯》，以及系列中第1款竞速游戏《索林克赛车》。当年他们就在赛车了，现在才吐槽索林克为什么需要开车的人已经太晚。GG 忍是 Game Gear 主机上代表性的动作游戏之一，系统简单但充满挑战的乐趣。幻想空间 Gear 是 Sega 射击游戏名作，在 Game Gear 上的原创续作。Game Gear 版怒之铁拳试图将同名 ND 游戏缩小移植，但可用角色删减到只剩2人，已经称不上格斗3人组。G-Lock 空战神兵是同名大型电玩的 Game Gear 版，不过内容不算移植，而接近原创作品。魔法宝石是 Sega 用来对抗 GB 版俄罗斯方块的益智游戏名作。魔法气泡也是益智游戏界的代表作。Game Gear 版还新增了解谜模式。Woody Pop 是 Sega 版的打桩块，部分道具设计跟关卡分歧选择是独有的特色。这次 Sega 还跟绑带 Namco 合作，收录了3款 Namco 的游戏。Game Gear 版 Pac-Man 除了画面显示范围缩小之外，移植的相当忠实。大蜜蜂91是大型电玩名作大蜜蜂88的改版。猫抓老鼠也同样是经典名作的 Game Gear 移植版，收录了原作关卡和全新关卡。由于 Game Gear 主机的硬体架构跟 Sega Mark III 与 Master System 几乎相同，所以本作使用的 Game Gear 模拟器与系列作用过的 Master System 模拟器在界面功能上如出一辙。比起大型电玩方面没有太多额外选项， Game Gear 模拟器这边提供的功能就丰富许多，可以调整4种不同的画面显示尺寸。背景的 Game Gear 主机外框也可以选择关闭。最棒的是有5种不同效果的画面滤镜选择，最基本的无滤镜保持了像素的锐利硬边，原始滤镜则是呈现了仿照 Game Gear 主机早期 STN 液晶萤幕的效果。原始有残影滤镜，进一步追加了因为 STN 液晶萤幕反应时间较慢而产生的残影，效果很接近真正的 Game Gear 萤幕。类比 A 滤镜加入了像素网格与些许的边缘柔化效果，
类比 B 滤镜则是叠加扫描线图层，这两种滤镜看起来的效果也都还不错。游戏中可以进行即时存档与读档，虽然存档栏位只有一个，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模拟器还提供了倒带功能，可以在游戏失误后退回前面一小段进度，对于要攻克这些难度较高的早期游戏有很大的帮助。即使一次只能倒回一小段固定的长度，无法连续倒带，但在这套模拟器本身只是种次要附属内容的情况下，有多提供这些功能，已经是让人非常感谢了。而且跟 Gear 游戏可以直接在选单切换日版或海外版，不用像大型电玩还要更改主游戏的语言。跟 Gear 游戏也有提供多人模式，共有7款游戏能够双打。这边特别彰显出了 Namco 游戏的收入价值，因为 Pac-Man 与猫抓老鼠都有跟 Gear 版专属的对战模式，两边玩家要竞争谁比较快过关，还可以将我方消灭的敌人传送到对手的关卡内，跟朋友玩起来应该会很有趣。应该啦，因为这边就没有提供 AI 朋友了，所以我没办法体验这部分真正的乐趣。另外，在游戏选单里有提供这些游戏的基本玩法说明，甚至 Sega 还做了一个网页，提供这些游戏的原始说明书扫描档。其实人中之龙系列作以前收录 Master System 游戏时，也一样都有提供说明书扫描档，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制作团队在这方面的诚意呢？人中之龙集3、人中之龙3外传 Dark Ties 除了怀旧游戏部分让我很满足，本片游戏的内容虽然有些相较于原版的改动很具争议，但整体来说还是款充满娱乐性的作品。很抱歉，为了赶时效性，在这则影片里没办法进一步详细介绍。时效性的部分就是呢，低分少年再次获得了与 Sega 合作的机会，为大家提供本作的折扣优惠。在2026年3月2日以前，到巴哈商城购买 Steam 版的《人中之龙集3》《人中之龙3外传 Dark Ties》，输入折扣码 LOSCOBOY1119，一般版可以折价新台币100元，豪华版折价150元。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支持 Sega， 支持人中之龙工作室与本频道。OK， 以上就是这次的低分少年，感谢收看，下次再见。